不要动是吗？我就偏要动！二小姐，二小姐，二小姐，求求你不要动我们家小姐的东西啊！你要是再敢这样，我就打死你！住手！小莲，你起来。大小姐，大小姐，二小姐她……好了，银川，你太过分了。我知道你生宝钏的气，可是你到宝钏的屋子，把她弄成这个样子，你到底要干什么？大姐，你也知道，咱们相府里所有的房间，就属宝钏这间绣楼最漂亮。我那个房间我已经住腻了，所以我想要搬到这里来。既然我要搬到这里住，那这个房间里所有的旧东西，当然要好好的清理一下，你说不是吗？你要搬过来住，必须经过爹娘的同意。大姐是不是认为爹娘不会同意？是的，我认为爹娘不会同意。或许娘不会同意，可是爹肯定会答应的。3个女儿里面，爹最疼的就是宝钏。爹疼宝钏的心，你是不会了解的。照你这么说，那爹心里只疼宝钏一个人，你一点都不会妒忌吗？我不仅不嫉妒，爹疼宝钏，我也疼宝钏，因为宝钏是爹的女儿，你我的亲妹妹。反正不管你怎么说，这间绣楼我要定了。小兰，去找人来把东西都搬了。二小姐不要！二小姐，别这样。怎么，不知道主子是谁了吗？银川，我再警告你一次，有我在这儿，宝钏屋里的任何一件东西，我不允许你动。大姐，你要还当我是大姐的话，你就不要动这里任何一件东西，否则怎么样？我就是偏要动，你能怎么样？你敢打我？你再动动看！大小姐，大小姐，大小姐，别这样！我去告诉爹去！二小姐，二小姐，二小姐！大小姐，你护着小姐，小莲真的很感激。但是你们2姐妹为了这件事情而吵架，我怕万一相爷怪罪下来，恐怕真的要把我们家小姐的绣楼给拆了。你放心吧，没事的，他会告状，难道我不会吗？哎，大小姐，大小姐，大小姐！爹，大姐她打我，你要为我做主啊！金钏一向贤淑，对你这个妹妹疼爱有加，怎么会打你呢？你是不是做了什么不该做的事啊？惹你大姐生气了？我什么都没做。小莲在打扫宝钏的绣楼，竟然泼了我一身的水，我一时气不过，就打了她一下，大姐她就打我了。这就是金钏的不对了，怎么为了个丫鬟打你呢？大小姐，大小姐，爹娘，相爷夫人，金钏啊，你怎么能打你妹妹呢？是这样的，我到宝钏的房间，看到银川乱扔宝钏的东西，而且还说要拆宝钏的绣楼。银川啊，你为什么要拆宝钏的绣楼呢？爹，你跟宝钏已经断了父女之情，她的绣楼已经空了一段时间，我那个房间小，我想要搬过去住嘛。可是小莲这个死丫鬟，居然敢阻止我！相爷夫人，小莲呢是奉夫人的命令，每天按时要把3小姐的房间打扫得干干净净，而且还要保持跟之前一模一样。只是，
二小姐她一定要把三小姐房间的东西给搬走，所以小莲才阻止的。相爷，这事是我吩咐去做的。小莲，你起来吧。谢夫人。相爷啊，我想啊，咱们宝钏总有一天是要回来的，这绣楼怎么能拆呢？娘，你也去看过宝钏了？大家死说活说的，她肯回来吗？什么？你们去看过宝钏？我不是说过了吗？不要去看她嘛！哎呀，相爷，你没有看到宝钏在武家坡那过的是什么日子？你要是看到了，也会心疼的。是啊，爹，娘她之所以不拆宝钏的绣楼，就是要等着三妹回来呀。哼，我看她这辈子都不会回来了。爹，你就把宝钏的绣楼给我吧。好了，谁都不要再说了。只要我在，宝钏的绣楼就一定要保存。如果谁想拆了它，或者想搬进去住，我就跟他没完。报！启禀相爷，前方传来书信。呈上来。是。相爷，何事这么高兴？夫人呐，好消息啊！苏龙传回书信说，在瓜州与西凉相遇，结果大败西凉。如今西凉已献议和降书，苏龙他们正准备班师凯旋归来了。爹娘，实在是太好了，龙哥啊，果然大获全胜了，真是老天保佑啊！凯旋而归，那魏虎的功劳肯定不小了。是啊，我这两个女婿果然出众了，这样也不枉费相爷的举荐。可是不知道这书信上有否提到平贵呀？苏龙只说班师回朝，其他的没有说。爹娘，我想薛平贵这次功劳肯定也不小，不如就趁这次机会把三妹接回来吧。大姐，我听说那薛平贵被贬为运粮的，这运送粮食能有什么功劳啊？顶多到时候就多给他一点粮食，带回武家坡给王宝钏吃就好了。哎呀，银川呐，你怎么老跟宝钏作对呀？如果平贵这次立了功，将来回朝能搬个将，咱们家三个女婿都在朝为官，岂不是佳话一桩啊？是啊，娘您说的没错。爹，老天保佑，但愿三姑爷能够功成名就，这样我家小姐就能扬眉吐气了。凌霄叩见大王王后。起来吧。谢大王王后。凌霄，中原这一战，我们的确不是大唐的对手吗？王后，此一战，我大梁确实败了。凌霄，当初代战回来的时候告诉本王，本王还不能相信。可是凌霄啊，你是我大梁第一高手。之前你和代战先去长安探过虚实，难道这大唐真有高手吗？是啊，凌霄，我记得你上次回来的时候告诉过本后，在大唐并无人能够降服红鬃烈马。那么这一次，究竟是谁降服了这匹红鬃烈马呢？王后，打败凌霄的，正是降服红鬃烈马之人。
凌霄，你快告诉本王，是什么人降服了红鬃烈马？中原人士薛平贵。薛平贵，这薛平贵是何人呢？说来惭愧，那薛平贵是长安城外的一名乞丐。乞丐？一个乞丐居然有如此好的功夫！大王，此事说来话长，不过那薛平贵已经落在我们手中。你说什么？薛平贵已经落在我们的手中？那他现在在哪里？是你把他请回来的？王后，并不是我请回来的，而是是谁呀？是谁？而是公主带回来的。公主。我在哪儿？啊？这是哪儿啊？头好晕啊！为虎为豹呢？来，评尉兄，魏豹敬你一杯。来，请。你醒了。代朕公主。怎么会是你啊？可不是我吗？哎呀，你都已经昏迷好几天了，我很担心你的，你知不知道？我昏迷了好几天。可是为什么，在我的脑海里，我记得我是在唐营，在开庆功宴啊。哦，对了，这是什么地方啊？怎么？朱露，先坐下。公主，你能不能告诉我，这里到底是什么地方啊？你呢？现在身在西凉，这儿是我的寝宫。我怎么会来西凉的？我又怎么会来到你的寝宫了呢？你真的什么都不记得了？那天我们正要拔营的时候，红鬃烈马跑到了我们营内，而你呢，正被绑在马上。我一见那人是你，就把你放了下来。我发现，你不但喝醉了酒，还中了毒。来，怎么样？没事吧？我真的不……来，倒上一杯，快点儿！不行。难怪，原来我胸口疼痛是这么回事。你想想，是不是有谁要害你？要不然的话，你不会被灌得那么醉，还被放在了马背上。幸好这红鬃烈马是从天山被送到了长安，他老马识途，知道往西边走过来。也幸好红鬃烈马它有人性，如果你摔下马的话，你早就死了。我想，应该是为虎为豹想害死我。如果这么说的话，也说得通的。公主，就算这样，你也用不着把我带到西凉来呀。那我还能送你去哪儿啊？难道送你回唐营，让那些人再害你吗？说的也是。这些天经过大夫的医治，你身上的毒已经解得差不多了。朱露，把药拿来。
我喂你把药喝了。不用了，我自己来吧。你已经这么虚弱了，还是让我来喂你吧。这些天来都是公主亲自为你煎药，亲手为您服用。是啊，你知道吗？这些药我煎得可辛苦了。你呀，可不要把吃补当成吃苦，乖乖的把药喝下，把伤养好了，才对得起我的一片苦心。谢谢。不用跟我客气，当时在战场上，你没有下手杀我，而且你不是说过吗？我们两个是患难中见真情的朋友，不是吗？好了，吃完药你先休息一会儿，过半个时辰我会让朱露送一些补品来。你已经好几天没吃东西了，多吃一点补品，把身体养好。来，我自己来就好了，麻烦了。不麻烦，我叫朱露，我是公主的贴身丫鬟，有什么事尽管吩咐我好了。大胆！父王母后，待战，说，为什么抓回唐营的人藏在你的寝宫？父王，我住嘴！待战，你真是越来越大胆了。你这么做，太让我失望了。闪开！母后，平贵他身中剧毒，是被奸人所害，至今尚未康复，一切不如等他好了再说。等他好了再说，等他好了再让他来攻打大梁，是不是？凌霄已经说了，杀了这小子，我们还有机会出兵直入长安。你休想！不，有我薛平贵在一天，我绝对不会允许你们这么做。哼，好一个薛平贵，竟敢在本后面前大言不惭！看我不杀了你！让开，让开！你不能伤他！我今天倒要让你看看，能不能伤害他！让开！母后，如果你要杀了他，你就先杀了我！你，公主，禀大王王后，待战公主她住嘴！待战不懂事，你也跟着胡闹。等我把今天的事情处理完了，我再来好好处置你。王后，待战公主是我的朋友，请你不要为难她。我现在落在你们手中，要杀要剐，任凭处置。好，那你就受死吧！王后，让开！母后，你还记不记得我曾经跟你说过，我做过一个梦？梦？你是谁呀？你怎么坐在龙身上啊？我想起来了，你说在梦里有个人骑着一条龙，直奔你来。难道说那个人就是他？
亲。哇，越绣越漂亮了。一下子就这么多。我平常在家啊，常年都习惯缝缝绣绣的。你的手真的好巧啊，我看了都很喜欢。你可不可以送我一条好不好啊？别说你要一条，要多少你就拿多少。那怎么可以呢？这可是你辛苦绣出来的，我拿那么多，你不就白绣了？可是我是没有钱给你的哦。哎，对了，二嫂，这几天呐，我看你一直这样绣的，真的绣得好辛苦哦。你都没有好好的吃饭跟休息。哎呀，别绣了，饭菜都拿来了，你先吃好不好？我还不饿。不行，这可是我很用心，花了很多时间煮的。吃，我陪你。二嫂，你怎么了？是不是我做的饭菜不合你胃口啊？不是，我也不知道，最近老是觉得反胃，不是很舒服。这样啊？那我摸摸看，你是不是发烧了？没有啊，跟我一样啊。还是你是不是身体哪里不舒服啊？这边怎么样？没有啊。那我把把脉，我来把把看。不用把脉了。啊？为什么不把了？你呀，不过会治个什么跌打损伤，当然不懂怎么回事了。哎哼，我不知道，我不懂，那你知道？你懂个屁呀！哼，我也没说自己懂啊，但是啊，大哥懂啊。刚才大哥只在门口看了二嫂那么一眼，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，嘿嘿。大哥，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厉害了？光在门口看你就知道了。大哥，我怎么了？宝钏呐，大哥要跟你说一声，恭喜啊！恭喜。二嫂，大哥的意思是，你有孕了？有孕了？不是啊，哎呦，他没有晕，他是恶心，人不舒服。哎呦，我怕他受了风寒，刚刚帮他看，他也没有发烧，对不对？身体也没有受伤啊。哎，可是我就不知道到底哪里出了问题了。我刚才还帮他把了脉呢。你闭嘴了，你很笨呢你。不，也不怪你了，你又没成过亲。二嫂啊，怀孕了。怀孕？怀孕！哇，好棒啊！二嫂，恭喜你，你怀孕了！哎呀，别跳，把孩子跳出来怎么办呢？这就是。我忘记了，我太开心了嘛。来，二嫂坐。二嫂，这人家都说女人怀孕就不要乱动了，这个什么针啊、线啊、剪刀之类什么，各种各样的活你都不要干了。绣些东西又不累，这是我应该做的。我来。二嫂，你怀孕的这段时间里啊，你要多休息，多吃一点好的东西，替贵哥好好照顾这个孩子。万一啊，要是贵哥打仗回不来的话，那这个小孩子没规矩没礼貌。说什么呢你？哎呦，大哥，你怎么打我像打张伟一样啊？我说错了吗？对不起啊，二嫂，我说太快了，我说错了，对不起啊。平贵出去1个多月了，而我现在又怀孕了。等孩子出生的时候，不知道平贵能不能回来。放心，平贵一定会回来的。就是啊，二嫂，你就放心吧，以后有什么大事小事全都交给我跟大哥来做。这个什么吃的用的也都交给我们来办就好了。对，以后我天天做3餐，不对，天天做6餐给你吃，把你养得白白又胖胖的。谢谢你们。等平贵回来，我一定会跟他说，你们一直在照顾我。等这个孩子出生之后，我也一定会跟他说，有这么好的一个大伯、小叔和小姑照顾他。哎呀，没规矩没礼貌，说什么呢？我们都是一家人嘛。你放心吧，我们一定会把你照顾到最好。啊，对呀，二嫂，
这些呀也够多了，我明天就拿去街上卖，肯定能卖个好价钱。到时候赚的钱呐，我就给你买补品，还有替这个宝宝添衣服。谢谢你。平贵，你知不知道，为妻已经怀孕了。我一定会照顾好我们2个人的孩子。你出去打仗，一定要好好保重。你一定要平安，尽快的回来。我希望你能在孩子还没出世之前，回来陪着我。我也不相信，只是当时做个梦。可是看见他却是如此的真实。你的意思是，代战真的喜欢上他了？可是，代战在出征之前，凌霄已经把信物交给了代战了，代战也接受了，这他们不就等于订婚了吗？代战怎么可以这么做呢？夏风，你想想看。代战出征之前，把凌霄给的定情信物交给本王保管。如果他要是喜欢凌霄，他就不会把这定情信物留在我身边了。我想，他可能去长安的时候就已经认识这个薛平贵了。你的意思是，他在长安的时候就认识薛平贵了？难怪他出征回来以后，就推三阻四的不跟凌霄成婚。原来是已经有了心上人了。不，我不答应，我绝不答应。我知道你不答应，我也没答应。只是，你不是不明白，代战的个性多倔强。我不管他的个性有多么倔强，他也应该看看，我们替他选择的是什么样的人。别说凌霄是我堂哥的儿子，就算是在我大梁，凌霄也是百里挑一。有多少女孩想嫁给他呀？我知道，凌霄对咱们代战是情有独钟，这些年对代战所做的一切，我们俩都看在眼里呀。正是因为这样，我才不能够让代战嫁给别人，而且还是个中原人。可是，这梦中情形如在眼前。他骑着一条龙冲入我怀，这分明就是乘龙快婿啊！够了，我不管他乘什么而来，反正他薛平贵就是我们大梁的敌人。我绝不会让他活着离开我们大梁的。大哥，这军队都打胜仗回来了，二哥是不是也回来了？哎，你个子这么高，你好好仔细看看，看看这人回来了没有啊？哦，那边看，到那边看。哎，怎么样啊？怎么样？看到没有？看到没有？没看到二哥。哎呀，怎么会没看到呢？平贵长得这么帅，穿的又是白袍，很明显的嘛。你再仔细看看，仔细看看。哦。
还是没有啊，大哥。来，薛公子，你别不识好歹。你也知道，公主为了你，还跟大王王后闹得不愉快呢。公主的一片心意，难道你还不明白吗？算了，朱露，没事的。你们都下去吧。是。那自己喝了吧。公主，我薛平贵何德何能成为你看中？如今我已经是个阶下囚，你不如干脆把我关进大牢算了。你怎么会是阶下囚呢？你可是我代战公主的贵宾。再说了，谁敢把你关进大牢？你知道我会有多心痛，我会舍不得的，我会吃不下也睡不着。说不定啊，公主还要陪你进监牢呢。代战，我帮你们端了些点心和水果来。好啦，你到底想说什么？快说吧。我想说的可都是真心话。薛公子，你能承蒙我们大梁公主的厚爱，可是你几辈子修来的福分，你别身在福中不知福啊！够了，你别再说了。平贵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位呢是丽娜公主，她虽然只是我的表姐妹，可是从小到大我们是一起长大的，我跟她比谁都亲呢。是啊，所以呢，公主的真心话只会对我一个人说。她还说啊，够了够了，什么都别说了。这个是我们这里出产的葡萄，尝一颗吧，来。甜不甜？甜。那再给你吃一个。好啦，我的好公主，你别一颗又一颗的，你可别忘了，这儿又不止你们2个人。你就让她自己吃吧。哦，对了，公主，我有话要跟你说。平贵，多吃点啊。王后让你前去大殿。嘿嘿嘿，噔噔，嘿嘿，二嫂，你看，这么多钱。是啊，这些都是卖手绢赚来的钱，你知道吗？每个人都说你绣得很漂亮，所以每个人都介绍很多客人来买，就一下子，你看，全部都卖光光了。真的，如果我这样能多赚点钱，改善大家的生活，那我愿意从早到晚拼命绣。哎呦，二嫂，你不要把自己搞得这么累嘛。喏，算算，贵哥出征前后有2个多月了。我问过周大夫，他说啊，你现在有身孕啊，要好好的休息跟调养，这样子将来对母子的身体才会好啊。再说嘛，哎呀，他们大家要来的钱也够我们生活了，所以呢，这些钱你要存下来，将来孩子生下来的时候可以用啊。小七，我怎么可以这么自私呢？大哥和张伟他们那么辛苦的要钱回来，你也辛辛苦苦从早到晚帮我去卖手绢，我这钱一定要还给你们的。哎呦，二嫂，我不是已经说过了吗？这些都不重要，
等贵哥打了胜仗回来，将来做个大官，哼哼，咱们就有好日子过了。这个大哥叫做，哎呀，叫什么来着？哦，对了，叫投资，嘿，投资。好消息，好消息，好消息呀！好消息，好消息，好消息，什么好消息啊？军队回来了啊！那么贵哥他也回来了。哎，我们打赢了。平贵回来了。二嫂，不是，我大哥的意思是说，军队打了胜仗了。啊！打胜仗了！贵哥终于要回来了。我来看。不是我，二嫂，刚才我和大哥去街上，就看到那个军队啊，是浩浩荡荡走进长安城。可是大哥找了半天，就是没看见二哥。你也没看到？不，我没看到就算了，我个仔啊！你长那么高，你腿白长的，你怎么会没看到平贵呢？我是没看到二哥，可是二嫂，猜我看到谁了？你那个大姐夫苏龙啊，他好威风啊！对了，还有那个，你那个超级无敌大坏蛋二姐夫也回来了，骑了一匹破马，还得意的不得了呢。军队凯旋归来，平贵很快就回来了。谢天谢地，平贵终于回来了。二嫂，你看，才2个多月，贵哥就要回来了。哇，你应该很开心，他不会再离开你了，开心死！军队凯旋归来啊，全城百姓高兴的不得了。你看今天要的钱比过年还多呢。是啊，今天我也要到了很多钱。大哥都说了，要高兴的杀猪宰羊的。啊，你脑子有毛病啊！这些钱够买1头猪跟1只羊吗？不是啦，他讲话比较夸张，你知道的嘛。但是啊，我们今天一定要特别一点，我们就买买牛、买羊，买鸡，随便买，家娱乐我们什么都买。好久没吃肉了，今天来买肉啊！大家伙好好的大吃一顿。好，我告诉你们啊，等到平贵回来啊，嘿嘿，我再去买酒，大家喝个3天3夜。大哥，咱们终于可以大吃大喝一顿了。小青今天帮我去买手绢，我这里也有一些钱。你们看，在那儿都是我卖手绢赚来的钱。别，你那些钱呢，你自己留着吧，我们这边不需要。你留起来啊，将来生孩子用。你看我大哥也是这个意思。对啊，二嫂，到时候我们再去多要点钱来，攒在一起啊，都给你跟孩子用。是啊，谢谢你们，但是我现在也可以帮大家赚一点钱。张伟啊，平贵这次凯旋回来，说不定当个官儿，当个将军，那就厉害了。就是啊，这俗话说呀，无商不奸，无官不贪。我二哥回来，一定要做一个伟大的贪官，到时候咱们就有花不完的钱了。你去死吧你！为什么贵哥要做一个贪官？打得好，你平时打他我还不乐意呢。我告诉你，你今天打得真的好。怎么说话的？没规矩没礼貌。平贵呀，能当贪官吗？他要当奸商。大哥，你也找打是吧？别，我开玩笑的，开心嘛，开玩笑。好了，别闹了。如果平贵能谋上一官半职，那全都是各位兄弟姐妹的功劳。我相信平贵一定会报答你们的。哎呀，自家兄弟什么报答不报答的，大家过得幸福快乐就好了。对啊，我大哥说的对。对呀，我大哥说的对。司政委，不要我说什么你就学我说什么啊！我大哥，你救救我！凌霄见过王后。凌霄，以后在我的寝宫里，你就直接叫我姑姑吧，别王后的叫，显得生分。礼不可废，姑姑本来就是王后嘛。但不知，王后叫凌霄来有何贵干？你们都先下去吧。是。坐。谢王后。凌霄，我有件事要问你。
你现在还爱着代战吗？是的，我确实还爱着代战。那好，爱着代战就好。我要你立刻和代战成亲。先别管代战，不过在成亲之前，你必须答应我一件事，那就是先杀了薛平贵。杀了薛平贵？姑姑，这是为什么？因为薛平贵就是阻碍你们成亲的人。怎么了？你怕了是不是？你是不敢呢，还是怕打不过他呀？姑姑，那薛平贵是中原人士，如果不降我大梁，便是我们的敌人，我不会下不了手。而且，他现在身体虚弱，不是我的对手。只是，那你担心什么？姑姑，如果我们真的杀了薛平贵，恐怕只会起到反作用。我担心，代战会因此伤心欲绝，这一辈子都不会原谅我。你的意思是，代战已经迷恋上了薛平贵了？娶了代战，就成了大王。可是现在，代战要嫁给一个中原人士，那我就只有把王位传给你了。姑姑，万万不可！凌霄，我今天说的话，你好好考虑考虑。但是有一点，你给我记住，那就是一定要杀了薛平贵。参见岳父岳母。起来吧。谢岳父岳母。龙哥，辛苦了。魏虎，我会好好奖励你的。你们凯旋归来，老夫非常开心。我已奏明了皇上，明日上朝，皇上对你们大大的封赏啊！这次能够凯旋荣归，全都仰仗岳父推荐的功劳。岳父，多谢岳父栽培。这次西凉能兵败而回，岳父应该首居其功。我这二位女婿果然是厉害呀！老夫真是没有推荐错人呐。哎呀，二位贤婿啊，你们此次出征，平贵表现如何呀？这次出征西凉，平贵当居首功。啊，此话怎讲？西凉的元帅和副元帅都不是平贵的对手，正因为平贵打败了他们，他们才会献表求和。相爷，平贵果然立了大功，咱们宝钏呐，眼光可真是不错呀。那是你们说的。爹，不论怎么说，这次平贵一定能得个一官半职，我们就把宝钏接回来吧。岳父，三姨妹是接不回来了。魏虎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难道说薛平贵立了功升了官，眼中就没有我这个岳父了吗？岳父，薛平贵是有了战绩，但是我和大姐夫在战场上也是拼了命的，这战绩不是他一个人的。就是说呀，爹，我想大姐夫是为了帮薛平贵，所以就把所有的功劳都推到薛平贵身上了。二姨妹，你并不知道现场发生的事情，不要妄加揣测。是啊，魏虎，你快说说到底怎么回事啊？回岳父，薛平贵是有些功劳。那天西凉降表求和，大姐夫办了一个庆功宴，可是没想到薛平贵那个小子酒量那么差，喝了一点酒他就狂妄地说，
他要去把西凉元帅和副元帅的首级给取回来，结果怎么了？结果这一去，就再也没回来。啊！你说什么？你说平贵没回来？为什么？龙哥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苏龙，你说呀。岳父，都怪小旭监督不力，没有照顾好平贵。当天，小旭听说平贵单枪匹马，十分放心不下，就连夜追赶。结果西凉副元帅凌霄说，由于天色太黑，对方不知来人是谁，加上平贵已经烂醉如泥，毫无抵抗之力，所以被乱刀砍杀。你说平贵战死沙场？什么？龙哥，你说的不是真的吧？平贵他真的死了？大姑爷，我们家三姑爷，他真的死了吗？岳父岳母，我说的是千真万确，这只能怪薛平贵他自己命薄，怪不得任何人。就是说呀，这命里有时终须有，命里无时莫强求。该活的死不了，该死的又活不了啊！哼，你这王宝钏呐，还真没那个命。丈夫是她挑的，命是她选的。看来她这个寡是守定的。夫人，夫人，娘，夫人，金川，快扶你娘回房休息。是。娘，夫人小心。岳母，没事吧？慢点。岳父，小旭还有一事相求。哼，你说吧。这次我弟弟为报随军出征，陈刚出师不利，是我弟弟救了他的性命。魏豹的武功果然不错，老夫可没有看走眼呐。所以岳父希望明天上朝的时候，在皇上面前美言几句，让我弟弟有个一官半职。这次打败西凉，别说是你弟弟，就是你和苏龙也是颇有功劳的。老夫会奏请皇上加官进爵，这你就放心吧。多谢岳父。哎呀，还有你，你就等着享福去吧。小琪，小琪，魏公子，魏公子，你打胜仗回来了？看你现在这个样子，你一定是当官了。你有没有受伤？你有没有？没有，我身体好得很。看你又黑又瘦的，军中的生活不好吗？军中的生活是不是很苦？军中的生活没有，军中的一切都很好。可是没有你，就什么都不好。真的吗？威尔哥，来，你快坐下吧。来。不做了，我还要去兵部报道呢。因为之前没有功名，所以兵部让我去报道。我呀，是特地回来看你的。我看你以前的那些衣服，觉得你像个公子哥，现在这么一穿，真是雄赳赳、气昂昂，真好看。哎呀，我们又不是刚认识，从进门到现在，你一直夸我，我都不习惯了。有人。你们下去吧。是。威尔哥，我有正经事要问你呢。你说。你有没有见到过我大哥啊？怎么了？怎么不回答我呢？你大哥也从军去了。那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呢？是因为我哥带我去参军，
我没想到，你大哥也会去。可是我到了军队以后，我就没办法告诉你。哦，原来是这个样子啊。嗯。你谋得一官半职，我大哥武艺高强，想必我大哥也能谋个一官半职啊。我怎么跟小琪说，是我害死了薛平贵？我知道了，一定是我大哥当的官比你大，对不对？小琪，你大哥在战场上英勇善战。我就知道我大哥英勇善战。威尔哥，那我大哥回来后，你一定能帮他谋个一官半职。其实我早就想从中牵线，让你们和好了。不管怎么说，你是我的丈夫，他是我大哥嘛。可是，最后庆功宴上，他因为打了胜仗，多喝了几杯，单枪匹马去敌营，被乱刀砍死。你说什么？我大哥他……你大哥已经死了。大哥，大哥，大哥！小琪，你不要难过了啊！大哥，平贵真的死了，怎么会这样呢？出征之前，岳母她再三交代我，让我照顾好平贵。为父我尽力了。这次能大败西凉，平贵功劳甚大。只是没想到，我该怎么跟宝钏说？你们出征以后，我跟娘去看过宝钏，她还在家一心一意地等着平贵凯旋。可没想到平贵他会战死沙场，这要是让宝钏知道了，肯定痛不欲生，活不下去了。娘子，我想你跟我走一趟。去哪儿？武家坡。我想亲自去跟三妹谢罪。是啊，我们是该去一趟。大姑爷，大姑爷，大小姐，大姑爷，大小姐。小莲，出什么事了？为什么要下跪？我刚才听到大姑爷说，我家三姑爷他已经走了，所以我担心三小姐如果知道了，那她……起来说话吧。谢谢大小姐。你说的没错，我们也正想着去跟宝钏见一面。那我可不可以跟你们一起去啊？大姑爷，我们家小姐就住在前面的窑洞里。她怎么会住在这种地方？只要跟心爱的人在一起，无论住在什么地方，都心甘情愿。龙哥，如果有一天你不想当官了，一心想回归田园，天涯海角，无论哪里，我都愿意跟你一起。小莲，带路吧。是。龙哥，
我真的不知道该跟宝钏怎么说才好。当面再说吧。葛青姐，啊，嘿，小莲，葛青姐，我们家大姑爷和大小姐说要来见我们家小姐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大姐夫、大小姐，你们好啊！哎，贵哥是不是也跟你们回来了呢？啊，贵哥人呢？在哪儿呢？哦，这次来，我们就是要告诉三姨妹平贵的消息的。真的？那贵哥一定是当了大官了。我听说做大官都是坐轿子回来的，那是不是因为坐轿子呢会比较慢，所以你们就先到了？葛青姑娘，宝钏在吗？我们有话要跟她说。在啊，二嫂在里面刺绣呢，绣得正起劲呢。哇，二嫂刺绣的真的好漂亮，绣花绣草啊，真的绣得很漂亮。绣好之后我就拿去街上卖，一下子就被抢光光了。葛青姐，所以呢，你先别说了，可不可以先带我们去见我们家小姐啊？哦，行啊，跟我来吧。二嫂，二嫂，有人来找你了。小姐，小莲，小姐，你看谁来了？大姐，大姐夫，宝钏见过大姐、大姐夫。不要这么多礼啊。三姨妹，苦了你了。不苦，我不觉得苦。二嫂，我告诉你哦，贵哥马上就要坐轿子回来了。真的，平贵他真的要坐轿子？没有。葛青姐，你就不要再说了。不是吗？到底有什么事情啊？小莲，难道平贵没有跟你们回来？小姐，三姑爷他。你怎么了？哭什么呀？啊！宝钏，你先别着急啊，坐下来咱们慢慢聊。我不坐。怎么，平贵没有跟你们回来？怎么你们脸上都没有一点喜悦的表情？你们有什么事情瞒着我？赶快告诉我！这也是我这次来的目的。但是，你千万不要激动，好好听我说好吗？好，我知道，我不激动，我冷静，我很冷静。告诉我，平贵他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？他是不是受伤了？受伤？不可能！哎，大姐夫，贵哥武功这么高强，怎么可能会受伤呢？是不是他打仗打的手断了，脚断了，脖子歪了，下巴脱臼了？葛青，哎呀，葛青姐，小姐说的是真的吗？你再说，我们家小姐受不了的。受了伤，所以没有跟你们回来，是不是？大姐，平贵他怎么了？你告诉我好吗？宝钏，平贵他，大姐夫，平贵是跟你出去的，你告诉我，你来了就是为了告诉我实情的，是不是？三姨妹，是大姐夫没有尽到照顾好平贵的责任。平贵他已经战死沙场了。不可能！你们在撒谎！宝钏，你们在撒谎！你们撒谎！你们在撒谎！你们故意来骗我！你们是故意来骗我的！宝钏，这不是真的，这不是真的！姐姐求你了，宝钏。这都是真的。在跟西凉打仗的时候，
平贵他骁勇善战，打得西凉落花流水。正因为这样，西凉才献表求和。就是那天晚上，是我摆了一桌庆功宴，平贵他多喝了几杯，单枪匹马跑到西凉营地去了，被当成奸细，乱刀砍死。宝钏，宝钏，宝钏，小姐，小姐，二嫂，小姐，小姐，二嫂，放开我！不可能，平贵不可能就这么死了！不可能！我求求你，我要去找平贵，我要去找平贵，我要去找平贵！平贵，你们放开我！干什么让我去？二嫂，你不要这样子，你不要这样子，二嫂，可以这样丢下我呀，平贵！你为什么要离开我，平贵？小姐，你怎么可以丢下我？怎么可以？哎，九分肉回来了。是啊，来，你们看，哎，大家都在，刚好有酒可以喝，一起庆祝一下。庆祝什么？哥都死了！平贵的死了？你说平贵死了？不可能！不可能！二哥是不会死的，不可能！谁说的？这是谁说的？我们江小姐为这件事情已经很难过了。宝钏，小姐，小姐，二嫂，三姨妹，二嫂，小姐，宝钏，二嫂，林仙小姐，宝钏，小姐，二嫂，宝钏。你说的都是真的？都怪我，害平贵喝多了酒，单枪匹马跑到西凉营地去了。那怎么会死了呢？请问，我们的薛先锋，也就是你们所说的白袍小将，有没有到西凉营地去？有还是没有？有。人呢？那薛平贵单枪匹马闯我大营，我军将士以为是奸细闯营，所以已经将他乱刀砍死了。原来是这么回事。平贵已经没了，但其实现在，我最担心的还是宝钏。是啊，宝钏身子这么单薄，这样她怎么受得了啊？受不了也得受。现在二嫂已经有贵哥的孩子了，如果再不坚强一点，恐怕也活不下去。到时候肚子里面的孩子就有危险了。六哥，这可怎么办呢？我们带宝钏回去吧。这倒是个好办法。不行的，大姑爷、大小姐，上次我们已经劝过小姐了，可是她怎么都不肯回相府，还说一定要坚持守在这儿。如果你们硬把她带走，她一定会更难受的。是啊，我们跟二嫂相处很融洽，每次讨回来的东西，我们都让她先用啊。我们这儿的生活虽然很清苦，但是我们都过得很快乐。求求你别把他带走。是，现在二哥已经不在了。如果你们要再带走二嫂的话，二嫂一定会活不下去。
让岳母过来劝劝吧。大姑爷、大小姐，三小姐的身体很虚弱，又怀孕了，再加上三姑爷他已经不在了，所以我担心小姐她会想不开。龙哥，这也是我最担心的。小莲，你有什么办法？快说。我暂时也没想到什么办法，不过我想留下来照顾小姐，还可以劝劝她要坚强的活下去。所以大小姐，你让小莲留下来照顾小姐，好不好？小莲，难得你这么懂事、乖巧，就算你不说，我也会求你替我留下来照顾宝钏。谢谢大小姐。小莲，有什么事情尽管回府里来找我，你放心吧，我会竭尽全力帮她渡过难关的。我替三小姐谢谢大姑爷，谢谢大小姐。你们看，要不要给宝钏请个大夫啊？哦，大小姐，简单的医理我还懂，二嫂她只是一时气血攻心晕过去了，让她多睡一会儿就没事了。葛琴，这里就交给你了。谢谢你们替我照顾宝钏。大小姐，你放心，我们几个别的没有，照顾宝钏肯定没问题。是，你们放心吧，我们一定会照顾好二嫂，还有她肚子里的孩子的。二位，这里就有劳你们了。拜托了。我们先告辞了。请。宝钏，啊！薛公子，你怎么了？啊？你做噩梦了吗？刚才你叫谁呀？我没叫谁啊。公主去找大王了，她要我等你醒来后，让我带你去花园走走。啊，我的毒已经解了。面对代战公主这么热情，我再不离开，麻烦就会大了。啊，好，走吧。平贵，平贵，小姐，你怎么了？啊，小莲，小莲，我是不是在做梦？平贵他是不是已经？小姐，你要保重啊！姑爷他已经战死在沙场了。我不相信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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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不相信！小姐，你小心啊！二嫂，小姐，二嫂，你不要起来，你躺着休息。我刚煮了姜汤给你喝。小姐，平贵，你怎么可以死？你怎么会战死沙场呢？我在这儿等着你，你离开那天告诉我，你一定会平安回来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小姐，你不要这样，你别难过了，好不好？二嫂，刚刚我们已经在这里哭了好一会儿了，你这再哭，我们又要陪你哭。你哭一次，我们陪你哭一次；你哭2次，我们就陪你哭2次。你再这样哭下去，我们也要
这辈子唯一值得依靠的人，如今传来他的噩耗，你叫我怎么活下去？平贵，你在九泉之下等着我，为妻就来陪你，给你作伴了。小姐，你不能这样子，不要小姐，你不要，放手，小姐，你别这样，小姐，你不要做傻事，你不要做傻事啊！放开我，让我去，你们让我去跟平贵作伴。他一个人在黄泉路上会很寂寞。葛青，杨德慈，小青，把剪刀给他。不行，大哥，你疯了！你怎么叫我拿剪刀给二嫂刺下去啊？你要死，你要去陪平贵，把剪刀给他。我不要，给他。不要，不要，小姐，不要，小姐。你刺下去，肚子里的孩子就没了。是啊，小姐，你肚子里面还有孩子呢，你不能做傻事啊，小姐。二嫂，你还有一个小平贵，你不可以这样死啊！为什么造化弄人？我怀了孩子，平贵居然走了。王川，平贵走了，我们每一个人都很难过。不知你要去死，我也想到下面去陪他。可是，一想到你肚子里面的孩子，我跟张伟就打消了同日死的念头。我们过来是要告诉你，你要坚强的活下去，把平贵的孩子好好生下来。我们都会一起努力，把他照顾好，把他养好。不管怎么照顾，这孩子一出生就没有爹，也永远见不到爹。二嫂，虽然这孩子一生下来就没有爹，可是他还有我们这些叔叔伯伯，还有姑姑阿姨。我们相信，我们一定可以照顾好他。他将来一定可以茁壮的成长，他一定会和我二哥长得一模一样的。小姐，他们说的很有道理，你一定要坚强的活下去，这样子姑爷才会安心的走啊。二嫂，大哥，张伟，小七，小莲，小姐，二嫂，谢谢你，你放心，我们会照顾好你的。宝钏，你要好好的活下去，把孩子生下来。答应我，千万不要再做傻事。小姐，我也会好好的照顾你，跟你肚子里面的孩子。是啊，二嫂。这树长得真好。慢点啊。
平贵，累不累啊？啊，还好。怎么样，我们大梁的皇宫还漂亮吧？很漂亮，不过公主，再过几天，等我好了，我想回到中原去。回中原？不行。为什么？难道你忘了吗？魏虎、魏豹两兄弟一直想要加害于你，而且你们大唐的军队都已经班师回朝了，你如何回去？我可以据理力争啊。如果真的如你所说，魏虎一定会把功劳占为己有。如果他回去禀报，说你是便捷投奔我大梁，那你现在回去岂不是羊入虎口？你再想想，原本你驯服了红鬃烈马，应该被封为神威大将军，可是你们的相爷却把你贬为了先锋。再加上魏虎、魏豹他们兄弟俩一直有杀你之心，你现在回到中原，他们一定会置你于死地的。可不管怎么说，我都是大唐的人，我必须要回中原。薛公子，在这儿有什么不好呢？这几天你病好了，公主明天就带你去看我们的草儿场、马儿庄。我们这边的风景也是挺漂亮的，而且你知道吗？我们这儿经商的人来来往往，也有很多唐人的餐馆呢。公主已经用重金把开饭馆的人请到宫中来了，专门为你做长安的菜。公主，来，坐下。其实这也没什么，只要你吃得习惯就好。吃得饱了，你的伤才能康复得快啊。公主，你为什么要对平贵这么好？哎呀，你这人怎么这么说话啊？我们公主干嘛对你好？还不是因为她爱上你了。朱露，不要嘟嘴。公主，我说的是真话啊。瞧她像个木头似的，一点都体会不到公主对她的爱意呢。公主对平贵的好，平贵终身都会记住。只不过，到底是为什么？为什么你一定要回到中原呢？你能不能给我一个理由？那是因为我有……公主，公主，她好些了吗？好多了。我听说啊，中原人都爱喝什么莲子汤，特别去火。我们这儿南北货都有，所以特意炖了一碗，尝尝。谢谢啊。有劳丽娜小姐了。对了，公主，凌霄找你。竟然有这样的事！薛公子，那你稍坐一会儿，喝点汤。我有事去就来。你先忙吧。我让丽娜陪你。朱露。好喝吗？好喝。薛公子，从出征回来就一直听公主说起你的事情。我在想，到底是谁能够让公主如此倾心？你知道的，
我们公主倾心于你，看样子她是嫁定你了。